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同样是演吃戏，把王一博、赵丽颖和林更新放一起看，差距就出来了。现代观众对他们的容忍和接纳程度正在逐渐加强。观众以前对演员的表演能力标准非常严苛，他们稍微一不留神，就可能受到观众的嘲笑。但现在的观众，不论他们演绎了多少角色，都欣然接受。例如，经常可以看到影视剧中的吃戏片段。尽管吃饭这个小事情在很多人眼中看起来都是普通的，但到了艺人这里，它变得截然不同。在进食的过程中，除了食物本身，还需要通过这个动作来展现角色的个性和情感状态。也就是说，用餐是评判演员表演技巧的关键途径。尽管评价演技的好坏并不完全是靠吃戏，但当你把每一个演员都观察时，就会发现他们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同。在《长风破浪》中，王一博的角色《长风破浪》近期的热度相当高，剧情与逻辑完美契合，其深入的服化道表现展示了谍战热门话题的巨大潜在影响。男主角王一博的出色演绎赢得了许多观众的喜爱和惊艳，他完美再现了新入职场的新手和年轻无知的一面，同时在剧情里的戏份也得到了众多好评。王一博所扮演的魏若来因其表现而获得了上层的认可，这使他有了在央行就职的机遇，也在派对上获得了合法的身份认可。有师傅作为他的人脉伙伴，他将酒倒入满座，然后一饮而尽，这一系列遵循都是传统敬酒的礼节。这种微妙的处理方式让他这个未曾见识世事、对洋酒文化一无所知的小人物角色变得更加生动和真实。离开师傅之后，魏若来避免与现场工作的人员进行接触，直接冲到零食区域去做干饭。王一博在进食时表现得非常自然且不做作，随着场地上音乐的节奏不断摇摆，手里夹着饼干快速地塞进口中，吃得有些噎住后，立即端起旁边去喝下一小口，然后又随意摇晃身体，转向对面去寻找其他吃的来源。一开始吃得相当含蓄，但在喝了几杯酒后，就彻底敞开了嘴巴享用。他停在食物储藏区前不肯离去，口中的食物尚未完全咀嚼，又在继续吞咽，腮帮子隆起得像仓鼠，而嘴部的碎片甚至没有时间清除掉。王一博在扮演魏若来的形象中，似乎是饿了好几天而没有进食，他看到的所有东西也都毫不犹豫地塞回嘴里。观众或许会提问，吃个东西真的那么夸张吗？对此，我给出了一个肯定的回应。回溯到1930年，富裕家庭不愁吃穿，普通人别说吃饱了，甚至很难维持基本的生计，而身处绝境，身无分文，背井离乡的魏如来就更不用说了。甚至在魏若来为了守护央行的资产，差一点遭到枪杀的情况下，他被打的几乎没有人样。他师傅的补偿方法就是让他享用一餐在高档餐馆，这明显展示了一顿饱饭对他们的意义。可算有无偿的饱餐，他们还矜持什么？从宴会返回住处后，他迅速地从怀中拿出为朋友准备的糕点，然后像照顾宝贝一样喂给对方，手上有剩余的碎屑也会毫不犹豫地品尝，并在吃完后细细回忆。魏若来在这段戏中的角色演绎，增强了他角色的特点和当时的历史背景。02在《与凤航》这部作品中，赵丽颖饰演了角色。不必关注赵丽颖在新剧中的表现如何，她确实对表演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，一点都不糊弄。她饰演的沈黎好久没见到肉了，一看见男主做的红烧肉，用筷子插起来就吃。还在滴油的大肥肉，赵丽颖吃了一口又一口，嘴上都是油光。明明很腻的肉，
赵丽颖却演出大快朵颐的感觉，吃得不够满足，甚至还把肉上的绳子扯掉，让观众看得口水直流。赵丽颖在拍摄吃戏时，主要打的是一个真诚的角色。在电视剧《幸福到万家》里，和幸福这一角色由赵丽颖扮演。她从乡下走到城市，在街边摊位购买煎饼，制作完成后，她揉了揉自己的手，低下头咬了一小口，还拉了一些被咬断的绿叶蔬菜。吃完这道菜后，她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意，好像只要有煎饼果子，就仿佛拥有了整个世界。赵丽颖在参与《风吹半夏》的拍摄过程中，由于过度的吃戏习惯，拍摄结束后体重增加了20斤，但她的吃戏表现并没有掺杂任何水分。尽管其他女演员选择假吃方式来维持体态，赵丽颖却确保对每场吃戏都非常专心。与凤航、林更新在同一场景下，相同的吃戏，林更新显得过于做作和自然，因为他从未真正吃过。在院子里，他扮演的行止正在与画作机的沈黎一同欣赏月亮，他们还为他们准备了馒头当作小吃。特效小鸡正在专心地嚼馒头，而林更新手中的馒头几乎让他难以消化。为了避免被他咬坏，他甚至开始嚼馒头，他真的摸不清楚到底在嚼什么。当他凝视四周，他的伪装和假实行为更加明显，生怕观众不能察觉他的伪装。馒头干吃比较噎，但粥总不噎了吧？但是他也不喝，拿着勺子游走了碗中很久，直到勺子即将流至嘴边，画面立刻停止。当又将它切回来时，勺子已经沉入水中。为了掩饰所谓的假吃，导演在分镜环节投入了大量的技巧与时间，但当我们细心观察，发现林更新的这勺子里根本不存粥，多此一举。馒头和粥含有一定的热量，水并没有热量，喝下应该是安全的。林更新说，这个不可以。在他手持饭碗的瞬间，导演专门为他投来了饮用水的特写镜头，然而林更新的口部并没有碰到碗中的这份水。只要动作准确，即使食物没进入胃，那也是非常了不起的。赵丽颖坐在对面，一口接一口地享受红烧肉，但她的食欲似乎并不旺盛。摆好碗筷后，她带着一副憨厚的笑容看着赵丽颖，显然是赵丽颖的美貌让人垂涎3尺。那些仅有的几个拿起勺子的场景，要么是切换到不同的镜头，要么是用袖子遮挡，而且食物没有毒性，吃一些真的能有什么效果？林更新高大的身形和3粗的体型，似乎也没有重视身体的维护。为何在戏中他什么也无法进食？难道是工作团队提供的食物太缺乏，让他觉得乏味吗？尽管不太想吃，但也难以展现那种满足的食欲，更别让这场戏显得丢脸了。结尾，尽管同样演吃戏，但将林更新、赵丽颖和王一博3位角色放在一个整体中，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。王一博在剧中展现的感情和表现都显得格外自然和真挚，完全没有任何的表演瑕疵，即便观看，观众也不会觉得出演。赵丽颖在吃戏方面非常投入，她完全沉浸在美食中，让看在屏幕外的观众们都感到非常馋嘴。林更新选择了一段充满漏洞的不真实演技，这尴尬的部分让旁观者忍不住大笑。尽管吃这个词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实际上它涉及的学问是多层面的，表演的如何是好是关键，吃还是跳，甚至如果不吃都算什么。只有如果演员的职业精神甚至达到真正的吃真的这个标准，那才真正反映了娱乐业的悲哀之处。在你看来，哪名艺人的吃戏表演最能代表其身份和角色呢？